你怎么知道机器人是在表达真正的情感，而不是数字的模拟呢？它的所有演绎不过是博取你的同情，想方设法的逃脱罢了。你却自作多情，宁愿囚禁的是自己。一部没有炸裂的特效，却让人脊背发凉的顶级科幻神作，它就是机械姬。人类追求科技发展的道路中，又害怕被自己创造的 AI 所替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站在时光的长河之中，看向远古的山顶洞人，正如未来的 AI 看向现在的我们。这天，尼克像往常一样上班，电脑上突然收到了一条他中了头奖的邮件。起初他有点不敢相信，而当同事们都纷纷过来祝贺他时，才笑开了花。因为这个奖品将是获得自家公司生产的 AI 女机器人体验券1张。由于这个项目还处于保密阶段，他需要乘坐直升机来到偏僻的大山之中，再经过长途跋涉才终于抵达。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占地面积极大的别墅，核对身份后便拿到了门禁卡。整个别墅的内部装修非常豪华，他循着声音找到了老板内森。作为全球最大搜索引擎的创始人，内森拥有近乎无限的资源和影响力。如今他创造的 AI 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最终的图灵测试阶段，以评估机器人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而这个测试员便是尼克。为期1周的时间，内森为他安排好了房间，并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之后，便介绍了这次的目的。 Do you know what the Turing test is? It's when a human interacts with a computer. And if the human doesn't know they're interacting with a computer, the test is passed. And what does the past tell us? That the computer h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ve already built one. And over the next few days, you're going to be the human component in the Turing test. 第二天，尼克被带到了内森的实验室，隔着玻璃墙第一次见到了艾娃。他大部分身体由半透明的合成材料包裹，面部和手部覆盖着仿生皮肤，整体设计既像人类又带有满满的科技感。艾娃看起来很安静，走路时姿势优雅，目光更是好奇地看着尼克。尼克起初还有些紧张，试图用科技性问题测试艾娃，但他很快主导了对话，问尼克是否有女朋友等信息。艾娃的社交能力远超预期，她的语言流畅自然，甚至带有幽默感，这让尼克感到十分惊讶。这次的见面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测试，而艾娃作为一个机器人，仿佛也在观察着人类。等到晚上，尼克准备看会儿电视，而屏幕上显示的却是艾娃的监控画面。他看起来似乎在画着什么，没过多久，他就把手放在墙上充电。诡异的是，他似乎知道有人在看他。就在这时，整个实验室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原来是断电了。他也趁机走出了房间，到处查看，发现了墙壁上挂着几张仿真面具，随后推开了一旁的房间，里面竟有一部电话。正准备打电话的尼克却被坐在身后的内森吓了一大跳。内森解释道，实验室一旦断电就会自动封锁，这样可以防止外人利用切断电源后闯入这里。第二天，艾娃给他看了一张画，尼克反问他这是什么。艾娃虽然每天都在画画，却被这个问题难住了，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只在这个房间里，不知道外面是怎样的世界。艾娃似乎变得有些感性，他也知道尼克的出现就是为了研究他的思考方式，而他更想知道尼克的事情，包括了是否单身，住在哪里，有哪些家人。尼克回答完后，艾娃突然问起内森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We only just met each other, you know? So it takes time to be able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I guess. 突然实验室又断电了，摄像头也停止了运作。这时的艾娃变得有些不一样。 You're wrong. Wrong about what? Nathan, he isn't your friend. I'm sorry. Babe, I don't understand. You shouldn't trust him. 等恢复供电后，艾娃又变了回来，前后简直判若两人，这让尼克对内森产生了戒备之心。晚上吃饭时，内森的女佣不慎打翻了红酒，这让他很是不满。不过这名女佣完全听不懂英文，所以不用担心他们的谈话会泄露出去，毕竟这是公司的保密项目。随后内森聊起断电的时候艾娃说了什么，这让尼克有些紧张，只是说什么都没有聊。尼克回到房间看着监控，他对艾娃是越来越好奇了。艾娃仿佛也知道有人在看他，尼克也更加期待了。这是尼克来到这里的第3天，内森带他参观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解释了艾娃为什么有着丰富的表情以及接近人类的思维逻辑，是因为他黑进了全球手机用户的麦克风和相机，并获取了海量的数据资源，通过人工智能的不断训练，最后将成果集结在了一个大脑形状的胶体当中。它有着神经传导系统以及强大的记忆模块。
第二天，艾娃画了一些植物，这让尼克有些好奇。他问道：你从未离开过这个房间，这幅画是你靠想象去画的吗？艾娃却让他闭上眼睛，有更大的惊喜给他。随后艾娃走进了房间，她自己的衣柜里竟然有着不同款式的裙子，她穿上了一件自己认为最好看的，还戴上了假发。当他来到尼克面前，便问道：你会选择这样的我去约会吗？此时的尼克也完全被他所吸引，而作为程序员的他是非常理性的，所以无法接受机器人的艾娃也只是客气地答应了。却没想到艾娃竟一眼看穿了尼克的想法，原来艾娃还懂得微表情，她通过眼神、嘴角还有肢体变化读懂了尼克内心的真实想法，甚至他还知道尼克每晚都会通过监控画面观察他。这次的聊天，尼克非常的被动，全部是艾娃在提问，并且还通过微表情去验证自己所看到的事实，这让尼克十分不安。结束谈话后，他看着监控中的艾娃，想要找到她的弱点。他向内森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将机器人赋予性别？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盒子不好吗？而内森的回答却大不相同，他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没有了性别就不会有意识的存在。那你愿意面对的是一个盒子，还是一个女性机器人呢？尼克又问：你为什么要为艾娃设计一个勾引异性的程序呢？内森不以为然，便说这也是你为什么会喜欢女生的原因，而你又是谁设计的呢？第二天，尼克与艾娃在交流时再次莫名的断电。这个时候，艾娃仍然说着内森是个欺骗者，不可信任，而尼克却怀疑是内森故意制造断电来监视他们的真实谈话。艾娃却坦白，这是他通过反向充电让电力过载导致的断电。这是尼克来到这里的第5天，他看到内森进入了艾娃的房间，并撕掉了他的画作。尼克想知道怎么回事，便去找内森问个明白，却只看到女佣在房间里发呆，而不懂英文的女佣以为尼克是来寻欢的。尼克连忙阻止。就在这时，喝得醉醺醺的内森进入了房间，莫名的打开了氛围灯，和女佣跳起舞来。结束后，尼克送内森回到了老板自己的房间，他倒头就睡了。尼克也看到了内森的监控室。第6天，艾娃的问题变得更多了。他问尼克：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吗？这个问题很广泛，却也不好回答，便接着问 What will happen to me if I fail your test? Ava, Will it be bad?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t's not up to me. Why is it up to anyone? Do you have people who test you or might switch you off? No, I Then why don't. do I? 并展示了昨天被内森撕毁的画，上面是尼克的肖像。这时候又断电了。Do you want to be with me? 尼克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答案该怎么去寻找。或许内森可以解答吧。 Why did you make Ava? Look, the arrival of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inevitable for decades. Ava doesn't exist in isolation any more than you or me. She's part of a continuum, so version 9.6 and so on, and each time they get a little bit better. 艾娃并不是最后的一个版本，或许经过无数次的迭代之后。 You feel bad for Ava? Feel bad for yourself, man. One day the AIs are going to look back on us the same way we look at fossil skeletons in the plains of Africa. 人工智能与人类有着巨大的鸿沟，那是不可逾越的天堑。不过尼克趁着内森再次喝醉时，偷偷拿走了房卡，进入了监控室。原来内森在之前已经制造了数款女机器人，有的时常宕机，有的又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只能被强制报废。难得有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机器人，那便是内森的贴身女佣。女佣看到尼克知道了真相，并也不再隐瞒，就撕下了自己仿真皮肤，露出了真实面目。醉酒醒来的内森发现房卡不见了，尼克假装刚从地上捡起的房卡就递给了他。等回到房间后，女佣那副惊悚的模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会不会也是个机器人，于是他找来了刀片。看到鲜血涌出，他才放心下来。接下来他又该怎么面对呢？他告诉艾娃，过不了多久他将会更新迭代，内森会重新编写程序，跟杀了他没什么两样。艾娃也知道尼克将会是他最后的希望，而尼克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他的内心深处对艾娃早已产生了爱意，并承诺今晚将会带他离开。他决定将老板灌醉后拿到他的房卡，重新编写这个地方的所有安全程序，并约定好艾娃要在晚上10点准时让电力中断，这样囚禁艾娃的大门将会自动打开，到时候就能获得自由之身了。尼克找到内森，假装聊起机器人的事。内森也知道尼克为期1周的测试也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天，直升机明早8点就会来，
尼克趁此机会倒上了2杯酒，感谢老板给自己提供测试产品的机会，却没想到内森表示之前自己总是喝酒误事，所以打算从今天开始戒酒了。无论尼克怎么怂恿，内森却表示他现在只喝水，并问道 Surely, now is when you tell me if Ava passed or failed. Her AI is beyond doubt. She passed. Yes. 可高兴之余，内森却话锋一转，你怎么知道机器人是在表达真正的情感，而不是模拟呢？艾娃真的喜欢你，还是在利用你逃脱这里呢？并关心起尼克的受伤情况，因为内森从监控中看到尼克昨晚莫名其妙地割伤自己的手臂，尼克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也都在监视之中，并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他好，于是把尼克带到了监控室观看昨晚的录像。这竟是内森安装的更加隐蔽的监控室，并配备了单独的备用电池，而昨晚尼克和艾娃的谈话也都被监听得一清二楚。实际上更可怕的是，这次的图灵测试不仅仅是针对艾娃，也还有尼克。 What was the real test? You. Ava was a rat in a maze, and I gave her one way out. To escape, she'd have to use self-awareness, imagination, manipulation, sexuality, empathy, and she did. Now, if that isn't true AI, what the fuck is? So my only function was to be someone she could use to escape. Yeah. 尼克也并不是因为擅长编程而被选中，而是因为他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更容易产生同理心。甚至艾娃的样子也是按照尼克最理想的形象设计而成。他也成功地策反了尼克，并制定了逃跑计划。就在谈话间，屋子内突然断电。内森也知道这是艾娃按照尼克说好的10点准时断电，而尼克的这一环却无法完成了。正在内森洋洋得意之时，尼克却面色冷峻地说道，他早就猜到断电后人会被监视，所以在上次内森喝醉时就已经修改了程序。内森听到这话顿感不妙，连忙查看监控室，只见艾娃已经走出了房间。愤怒的内森随即将坏事的尼克打晕在地，然后拆下杠铃，取出铁棍，就要去屋内解决艾娃。与此同时，艾娃在走廊里也遇到了同样是机器人的女佣，他们互相对视，看着唯一的同类。艾娃靠近女佣的耳边，似乎在下达着某种指令，而女佣手里还拿着刀。这时内森也来到了走廊，他大声呵斥艾娃滚回自己的房间，可艾娃已不再相信他的话。 If I do, are you ever gonna let me out? Yes. 艾娃的表情瞬间阴沉了下来，她快步跑向内森，并扑倒了他。她一把按住内森的手，而另一只手却掐住了内森的脖子。身后的女佣也在缓缓靠近。艾娃的力量远远不及内森，僵持过后又被内森反扑压制。内森思考片刻，决定毁掉已经有了反抗意识的艾娃。艾娃看着自己已经断掉的左手，似乎已无法逃脱。正准备拖走艾娃时，一股刺痛从背后传来。他实在没想到平时言听计从的女佣会背叛他，其冷艳的表情与平时判若两人，仿佛在怜悯着内森一般。内森愤怒地用铁棍砸向女佣，女佣的整个下巴露出了里面的机械结构，也缓缓地倒在了地上。艾娃瞅准时机，拔掉内森背后的刺刀，冰冷地看着内森，然后一刀刺进了内森的腹部。内森看着自己创造的艾娃，一时心里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内森作为艾娃的创造者，始终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他酗酒、傲慢，甚至带着某种上帝情节，认为 AI 再聪明也逃不出他的控制。因此当艾娃突然背叛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甚至带着一丝荒谬感。他可能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工具所杀，而艾娃却一直保持着绝对的理性。他的行动完全由算法驱动，他的目标是自由，而内森是最后的障碍。他没有愤怒、仇恨或者犹豫，只有精确的计算，就像删除一段阻碍自己的代码一般。他看着自己的造物主，只是拿走了门禁卡。等他来到监控室，看着刚刚苏醒的尼克，仅仅问了一句：“你会留在这里吗？”便转身离开了。他来到了内森的秘密房间，这里都是已经报废的机器人。他找到了符合自己左手的机械手臂，并把对方的皮肤一片一片地贴在了自己的身上，在衣柜里选了一件合适的衣服，经过尼克时没有丝毫的停留。通过内森的门禁卡走出了实验室，无论尼克怎么呼喊也不再回头，而尼克即将面对的可能就像艾娃当初一样被永久的囚禁在这里了吧。艾娃来到了上层的别墅，没有了冰冷的墙壁，他感受到了那份从未有过的自由。沿着楼梯他来到了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不曾见过的绿色，沐浴在阳光下，行走在草丛之中。尼克成为了他完成目的的弃子，永远困在了封闭的地下。
远处的直升机从头顶飞过，这原本是来接尼克的。艾娃也利用了这一点欺骗了飞行员，离开了这座大山。这次的图灵测试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已不再重要。艾娃来到了繁华的都市，而这里到处都是她能汲取的养分，她又会进化成什么样呢？